值得注意的是，美日韩三国领袖将在当地时间18号齐聚美国总统度假地戴维营。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官科比介绍，这次峰会并非针对中国。在被问及台海议题是否会成为重点讨论议题时，科比重申，美国一中政策不变，并强调没人愿意见到台海发生冲突，也没有理由发生。路透社日前引述美方资深官员透露，这次峰会将发表联合声明，强调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以及一连串科技和国防领域的联合倡议。我觉得美国人真的变了，美国人现在敢做不敢当明明在做一件事情，就说我觉得现在怎么中国大陆威胁很强，我说我们跟韩国一起联合起来怎么样？韩日联合起来，我们就是要抑制中国大陆称霸啊！美国以前都是这样讲话的，我认识的美国都是这样讲话，什么时候变连说都不敢说？那对于有报道称即将召开的美日韩三国领导人峰会将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介入台湾问题，您又怎么看呢？其实过去的美日与美韩领导人峰会都在会后的联合声明中介入了台湾问题。假如这一报道属实的话，那也就意味着美日韩三国领导人峰会后的联合声明中也将正式介入台湾问题。这实际上也就暴露出了美国组建美英澳军事同盟、美日英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以及正在筹建中的美日韩与美日澳军事同盟，其真正的战略目标都是冲着中国而来的。而在此前，美方一直是以帮助韩国应对来自朝鲜的军事威胁为名，来说服韩国同意组建美日韩军事同盟的。很显然，韩国被美日两国给忽悠了，或者说美日两国最终把组建美日韩军事同盟的战略目标给调包了，从帮助韩国应对朝鲜的军事威胁，转变为了应对所谓的中国威胁与台海的威胁。也就是说，韩国被美日两国给忽悠上了军事遏制中国的政策。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对此，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官科比还表示，美国的一中政策不变，美国不乐见台湾独立，不希望见到片面改变现状，更不希望见到武力改变现状。那么这也就意味着，拜登政府正在企图通过政军两手策略来维持台海的所谓现状，也就是政治上不改变美国版的一中政策，同时也不支持台独；军事上则以武装台湾地区、日本、澳大利亚以及构建美英澳、美日韩、美日澳等军事同盟的方式，来企图阻止台海开战。假如用一句话来概括，这实际上就是美国版的不统、不独、不武，以及让台海维持现状的这么一个策略。外界也关注到，近来向美国靠拢的菲律宾也趁机动作频频。15号，菲律宾国家安全委员会公布一份为期6年的国家安全政策文件，强调菲律宾寻求提高应对威胁的能力，加强与盟友的关系，并将台海冲突风险视为重大关切问题。分析认为，菲律宾通过突出台海和南海问题，正成为美国遏制中国的桥头堡。事实上，菲律宾为自身安全而加强同美国的军事联系的借口根本站不住脚。若爆发冲突，菲律宾允许美国入驻用于攻击中国的基地，那么它一定会被卷入战场，反而不利于其安全。就台海议题，8月15号，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在出席第11届莫斯科国家安全会议做大会发言时再次重申，在台湾问题上玩火，妄图以台制华，必将以失败告终。菲律宾政府公布2023至2028年国家安全政策，将台海冲突风险视作该国的主要安全担忧。那对此你又如何分析呢？我相信在看到这次消息之后，很多观众都会觉得无厘头。你一个小小的菲律宾，怎么也就这么大的口气，开始介入起台海局势来了？但事实并非如此，菲律宾这样做是有着自己的小九九的。第一，这是美国绑架的结果。不久前，美军将驻菲律宾的军事基地从5个增加到了9个，其实就是冲着台海局势而来的，也就是想要封锁解放军通过巴士海峡从南海进入太平洋的通道。第二，菲律宾想以此来跟美国进行战略利益上的交换，也就是以介入台海局势的方式来换取美国帮助菲律宾介入南海主权之争。第三，这是想要敲诈中国，也就是以介入台海局势的方式
来逼迫中国在中非南海主权之争，尤其是仁爱礁主权之争问题上做出让步。那么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印度也采取了类似的动作，也就是派遣了好几位已经退休的前军方高官前往台湾与蔡英文当局对话，其目的显然也是想要以介入台海局势的方式，逼迫中国在中印领土主权之争上做出让步。而且未来不排除区内还有其他国家跟着有样学样。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菲律宾与印度等国家介入台海问题的动机，跟美日澳英等国家还是有着巨大的不同的。美日澳英等国家介入台湾问题是出于意识形态的目的，也就是将台湾当成所谓的对华新冷战的桥头堡，而菲律宾与印度等国则是为了换取实实在在的领土利益。台湾地区副领导人赖清德在过境窜美期间大肆发表台独言论。外界注意到，在过去高举台独大旗的赖清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竟然一面展示所谓和平论调，一面又宣称没有所谓的独立路径。对此，岛内舆论指出，赖清德此举不过是为了骗选票和拉拢美国支持，一旦上台，很有可能会撕掉所有伪装，导致台湾打开地狱之门。8月12号至18号，民进党主席、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参选人赖清德以所谓特使身份率团出席巴拉圭新任总统就职典礼，中途以所谓过境之名窜访美国纽约和旧金山。当地时间16号下午，赖清德回程时过境旧金山，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和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前往接机，并一同出席晚宴。此前，赖清德过境纽约时，罗森伯格全程未露面，理由是参加妹妹的婚礼。在停留约9个小时后，赖清德于当地时间17号凌晨登机返回台湾。据岛内媒体报道，赖清德在旧金山也遭到了反对者抗议。其入住的旧金山机场附近的凯悦饭店外，上百名侨民挥着红色的5星红旗，举着“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等标语，高喊“反对台独，台独死路一条”等口号，抗议赖清德过境旧金山。17号，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发言人发表谈话称，赖打着过境的幌子窜美活动，目的是为参选台湾地区领导人造势，拉美国为台独言行站台。他为谋求一己私利，不惜牺牲民族大义和民众利益，不惜破坏台海地区和平稳定，是彻头彻尾的麻烦制造者。总领馆呼吁领区各界人士充分了解台湾问题的由来、本质和真实现状，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实现国家完全统一的愿望和努力。我们愿同热爱和平、主持正义的领区各界朋友一道，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言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两国人民共同利益。连日来，针对赖清德过境窜美，外交部、国台办等部门已多次表明严正立场。15号，国台办副主任潘贤长强调，1949年以来，尽管两岸尚未统一，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从未分裂。中国拥有对台湾的主权，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这就是历史和现实，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台海现状。在17号举行的2023年两岸关系研讨会上，潘贤长又指出，当前两岸关系正面临着和平与战争、繁荣与衰退两条道路、两种前景的重大选择。民进党当局和外部势力勾连作乱，只会将台湾推向灾难深渊。岛内台独分子伙同外部势力借过境窜访进行谋独挑衅，充分证明他们是台海和平稳定的麻烦制造者。台独分子窜美一次，台湾同胞利益就受损一次。台湾同胞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坚持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和外部势力干涉，与大陆同胞携手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携手推动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是彻头彻尾的麻烦制造者。美台勾连以过境为幌子，安排赖清德在美从事政治活动，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严重损害中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事实再次证明，当前台海局势持续紧张的根本原因是台湾当局企图以美谋独，美方执意以台制华。实际上，自称务实台独工作者的赖清德，长期靠激进台独立场捞取政治资本。7月12号，他弟媳所谓走入白宫说，再度引来美方的警觉和关切，要其立即澄清。因此，
赖清德妄图借助过境窜美行程让美国放心，消除依赖论。但美方的低调安排让其不得不主动发声，为自己辩解，甚至将依赖论甩锅给大陆。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赖清德一方面展示所谓和平论调，但同时又宣称没有所谓的独立路径，因为不需要另外宣布独立，以及所谓国际的红线就是台湾的红线云云。主持人从头到尾一直在追问他关于台独的问题。没错，你的能够让台海和平的台湾料理到底是什么？结果赖清德居然回答说他还没想到。那不是在告诉我们他从头到尾都在骗人吗？对赖清德来说，我讲这个只是个口号，我目的只是为了要骗选票。你问我这么多干什么呢？那不就这个意思吗？岛内舆论分析，赖清德此番言论纯属老调重弹，试图通过向国际社会兜售带有欺骗性质的台独论调，为自己在选举中争取西方反华势力的支持。问题是，等到他拿到选票，我看外国人心里头也是怕怕的，因为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想要干什么。到时候没有人能够控制他的时候，他搞不好就真干了，然后把美国拖下水啊，把日本拖下水啊。我觉得这才是赖清德真正的目的啊！赖清德再继续骗下去了，他会越来越不知所云。对于赖清德的言论，岛内民众也怒轰，是在讲废话，完全是为了要选票才会这么说。他前2年不是这样讲的啊，他前2年不是主战吗？就是什么都要战啊，现在要选举了就讲这屁话啊，就是屁话而已。大3代的民进党，台湾人的悲哀。今天台湾变成这样子，就是他们。还有台湾的教育制度，因为我是教小朋友的，所以我非常的每天很闷很烦。赖清德这么一个激进的台独分子，一旦上台，很有可能会撕掉所有伪装，导致台湾打开地狱之门。赖清德作为一个务实的台独工作者，你看甚至于还有什么台湾独立啊什么那个还你不断的，你从过去到现在，除非你自己已经说我变性了，我漂白了。相关话题来连线特别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国台办副主任潘贤掌强调，1949年以来，尽管两岸尚未统一，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从未分裂。对此您怎么看呢？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国台办副主任潘贤掌在中国大陆讲这番话的同时，在地球的另外一端，正回程过境美国的台湾地区副领导人赖清德，在接受彭博社专访时，则在声称自己没有所谓的独立路径。因为台湾已经是一个所谓的主权独立的国家。很显然，这2个人的言论是针锋相对的，一个是在搞变相台独，或者说是借壳上市的台独，另外一个则是有针对性的反对变相台独，或者说是借壳上市的台独。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大陆已经提前预判到了未来反独的中心任务极有可能是反对变相台独，或者说是借壳上市的台独。因为一旦赖清德真的当选了，那么在中国大陆强大的军事压力以及美国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他必然不敢公开搞所谓的法理台独，他只能依托岛内的现政权，以所谓的两岸互不隶属的为由，搞变相台独，或者说是借壳上市的台独。赖清德自以为这样做可以一举3得，一是可以达到事实台独的目的，二是不会引起大陆的反弹和美国的反感，三是还可以保全自己台独金孙与务实台独工作者的名分。